这女孩居然喜欢上了她男友的兄弟，原本是来观看男友比赛的，她的目光却始终没在男友身上停留，甚至当对方过来打招呼时，她的眼神还在偷偷关注志浩。志浩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深深吸引着她。集体外出吃饭时，亲人的筷子掉了，他正要呼叫服务员，志浩却不动声色地递过一双新筷子。近人不禁思考，难道他也在暗中注意自己？上完洗手间后，志浩和近人一同返回烧烤店。考虑到近人的男友也在场，他刻意在门口停留了一下，让近人先行进入，以避免误会。男友亲昵地将手搭在近人的肩上，与兄弟们碰杯。近人勉强挤出笑容，男友完全没察觉到他的不自在，依然手搭在他肩上。虽然他和志浩没什么，心却早已飞向了浩。在 KTV 里，近人和志浩点了相同的歌，朋友们建议他们合唱，近人略感害羞，本来唱得挺好，但志浩接了个电话就匆匆离开。他一走，近人也失去了唱歌的兴趣，沮丧地放下话筒。幸亏朋友们活跃气氛，现场很快变得热闹起来。近人心神不宁地微笑着鼓掌，心里总惦记着志浩离开的情况。离开 KTV 后，志浩打车直奔医院，看着儿子痛苦的小脸，志浩心疼极了。孩子的事情很复杂，他曾经有个女朋友，分手8个月后，女朋友突然带着大肚子出现，志浩打算孩子一出生就结婚，但突然有一天，女友抛弃了他和孩子，他决定去国外开始新生活。听说志浩经历了这么多，几硕不由得感叹，真是太可怜了。但他的朋友们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毕竟志浩有能力照顾孩子，工作也顺利，父母身体健康，他们认为这已经很好了。但几硕对这种说法并不买账，他表示轻蔑地哼了一声。当时几硕说这话，没想到真有人默默喜欢志浩，而且那人不是别人，还是他的女朋友近人。近人假装在等公交车，在药店门口徘徊了2个小时，却始终没见到志浩。志浩看到他在门口张望，猜到他是来找自己的。近人发现志浩在自己身后，忙装作无事发生的走进了药店，在货架间翻找着什么，同时偷听志浩和同事的谈话。原来志浩匆匆离开是因为孩子生病了。等志浩离开后，他随便抓了个商品去结账。近人觉得自己表现得很自然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小心思早已被志浩看穿了。爱情的悸动之后是残酷的现实，志浩是单身爸爸，近人已经有男友了，他们俩其实并不适合。志浩决定只做朋友，不知为何，近人心里感到一丝失落。志浩一直有个疑问，如果不是出于同情，近人为什么要和他成为朋友？是因为他们一见钟情？但时机实在不对，一个单身却有了孩子，另一个马上要嫁为人妇，爱情的憧憬和道德的约束让他们只能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喝完咖啡后，志浩激动地跑回车里，深呼吸了几下，然后开车送近人回家。近人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看到车上那些幼稚的贴画，我们对视一笑，虽然没说，但心照不宣。我们之间不只是朋友，还有那份想要更进一步的心动。妹妹不知道近人偷偷喜欢志浩，想要加志浩微信，希望能发展得更进一步。但近人提醒她，志浩是她男友的熟人。她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如果她和男友分手，然后和志浩在一起，可能会在朋友圈里引起不小的风波。近人的父亲正试图讨好几硕的家族，几硕也想尽快结婚。从近人的推脱中可以看出，他内心正在犹豫。今天几硕来到药店，说近人最近情绪不稳，经常跟他冷战，他要买一些安神的保健品，希望能帮近人调整一下。志浩忍不住打听他们为何冷战，但连几硕自己也摸不清头绪。他猜是因为最近总谈婚论嫁的事，让近人感到了压力。这些保健品一部分是给近人的，另一部分是给未来的公婆的。拿到药品后，近人试探性地问几硕，为什么非要选志浩的药店？几硕提到志浩被女友抛弃，觉得他一个大男人独自带娃挺难的，所以特地来这里帮忙刷刷业绩。他感慨万千，说如果志浩对前女友好一些，他也许不会离开他和孩子。近人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，近人的话让几硕感到不安。他上楼后，几硕在楼下停车，迟迟不愿离开。他想请近人出来喝杯咖啡，好好谈谈，或者直接在他家里谈也行。但近人以妹妹在家为由拒绝了。他明明刚看到近人的妹妹坐车出去了，或许近人只是不想和他单独相处，又或许这段感情已经变质了。帅哥悄悄地溜进了图书馆，从书架缝隙里偷偷观察着心仪的人。他突然出现，成功地吓了他一大跳。近人以为他在玩躲猫猫，就顺着书架一排排地找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男友给抓住了。他眼中的惊喜瞬间变成了失落。此时的志浩正尴尬地躲在书架后面，虽然他们说好了做朋友，但面对几硕，他们根本没底，根本做不到像朋友那样自然。近人发现志浩离开了图书馆，就发消息问他现在在哪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志浩决定让近人自己选择。志浩在图书馆旁边徘徊，似乎已经猜到了近人的决定，没有在原地继续等。近人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上了几硕的车。经过公交站台时，几硕注意到了志浩，摇下车窗跟他打了个招呼。志浩的出现确实让几硕有些意外，
他打算下次见面问问志浩是否经常来图书馆，可以让志浩帮忙给金人带点零食。纪硕不介意金人和男性朋友来往，他知道金人讨厌别人管他私事。纪硕的包容和信任让金人感到温暖，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但这种坚定很快又有了些动摇，他知道不能背叛纪硕，却还是忍不住喜欢上了志浩。姐姐知道后，并没有道德上责备他，而是让他好好思考，到底哪一个人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。在这段过渡期间，金人没再见志浩，但每次路过药店，他都忍不住偷看志浩是否在。志浩也很想知道金人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在外面吃饭时，金人发短信说想买药，志浩急忙赶回店里开门。其实金人并不喜欢吃药，他只是想找个理由见志浩而已。志浩本来也不爱读书，却老想着跑到图书馆，这一点上他们俩挺像的。正聊得开心，纪硕打来了电话，朋友们听说他想结婚了，怂恿他带嫂子出来见面。金人不太想去，也不想让纪硕知道他不在家。志浩听到了这通电话，贴了张纸条过来，说等会儿送金人回家。但金人对这个举动不太买账，好像他们之间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志浩犹豫了好久，想解释一下，但他每次开口都被门口施工的噪音打断。金人忍不住笑了，最后还是让志浩送他回家。其实志浩有点内疚，没征求金人意见就去图书馆找他。金人却笑笑说他很高兴见到志浩，因为志浩是个好人，每次有客人来店里买解酒药，志浩都会想起和金人第一次相见，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，遇到了一见钟情的人，真是件麻烦的事。按照原计划，金人很快就要和男友结婚了，但他越来越怀疑纪硕真的能给他幸福吗？他们一说话就吵架，好像都是因为他脾气不好。一直以来他不说并不代表他不介意，纪硕的家人根本不欢迎他，瞧不起他的出身，也不看好他的职业。纪硕明明知道这些，却任由家人侮辱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怎能笑着谈论结婚？但现在并不是分手的好时机，因为金人和纪硕之间还牵涉到志浩。那个晚上，他发了条短信给纪硕，想要好好谈谈他们的关系，但纪硕似乎总有预感，没有应约出来。金人又打电话给志浩，结果志浩也没接，他直接去了他家。志浩看到他，并没有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。之前金人说过不要他靠近，他总是在他稳定时让他心动，像现在这样迷茫，他从未有过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嫁给纪硕不会幸福，但他没足够的勇气去抗拒世俗的眼光和志浩在一起。当初在这家咖啡馆，他把他们定位为朋友，现在他又来找他，让志浩感到很有压力。这样下去，志浩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当志浩把他送回家时，金人的妹妹邀请他和他朋友来家里，反正他们已经在楼下了。金人急忙回家大扫除，见到志浩时，他装作若无其事。妹妹拉着朋友出去买酒，把志浩和金人留在家里。他们既紧张又感到一丝窃喜，还没说什么，纪硕的电话来了，问金人上次约他是想给出怎样的答复。志浩在一旁沉默，金人看着他，给出了最终答复。纪硕电话那头迷茫，以前吵过这么多次，提过多次分手，为何这次毫无征兆？金人不想解释就挂了电话。志浩在门外等着，给金人留些私人空间，同时他也在理清自己的思绪。妹妹知道志浩很喜欢某个人，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啊，奈让他这么上头。金人急忙给妹妹使眼色，妹妹偏偏要追问到底。大家正高兴的烤肉，门铃突然响了。纪硕搞不明白为啥分手，特地来要个明白。金人怕尴尬，就没让纪硕进门。他不想多说，纪硕偏要拉他出去单独说。妹妹听见了，赶紧跑出来撵人。门开的一瞬间露出一只男鞋，两人对视了2秒。金人赶紧把妹妹拉回去，死死守在门口。他心里虚，其实一直在硬撑。纪硕的突然出现搅局了，聚会不欢而散。几天后，纪硕无意中看到志浩穿的鞋跟他在金人家见的一模一样。他正准备跟朋友说这事，朋友竟然主动坦白，那晚在金人家的是他和另一个朋友。纪硕愣了2秒，忍不住觉得自己想多了。志浩和他女朋友怎么可能有别的？他条件那么好，又帅又有钱，志浩只是个普通药剂师，还被前女友甩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跟他相比差太远了。金人都不看他，怎会看上志浩？志浩也不是傻的，知道纪硕的话有看不起他的意思，但他无需辩解，自己的条件确实配不上。知道纪硕和志浩坐在一起，金人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他立马给纪硕打了个电话，叫他赶紧过来一趟，他怕2个人因为自己闹起来。纪硕听了反倒挺高兴，拿起公文包就准备出门。志浩突然来这么一句，你能不去吗？对金人这么做，志浩又气又闷，他不愿意再偷偷摸的，感觉自己像个见不得光的人。可每次决心要好好爱金人，这些小插曲总让他犹豫。他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如果错过金人，他肯定会后悔。纪硕到了金人家，跟他说志浩的反常，然后笑说自己想多了。志浩一个人带孩子，连做情敌的资格都没有。他握着金人的手，
再次表达了想结婚的意愿。在路边等车的时候，抱着晋人深情告白，一个是多年的男友，一个是一见钟情的人，不管晋人选谁，都要好好和另一个解释清楚。志浩接电话很平静，好像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，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争吵，更没责怪晋人玩弄感情，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温柔。在晋人的计划中，他没打算放弃志浩，但纪硕真能如他所愿轻松分手吗？心仪的人来电了，他还在犹豫要不要接。这时朋友抢先一步，鼓励他大胆去爱。不知道电话那头正是自己的女朋友晋人，左边是道德，右边是爱情，志浩和晋人被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晋人早就在志浩家楼下等着，叫他到附近公园谈谈。晋人的情况志浩都懂，但有时也会忍不住生气，生气完了他肯定又得后悔。爱情啊，真是够让人头疼的。对于晋人来说，他心里的理想恋爱和婚姻是什么样呢？他自己也有点迷茫。跟纪硕在一起4年，总是他一个人在努力，独自承受所有的伤害，拖到现在他真的累坏了。志浩其实想说，如果过了很久，晋人还是那么想他，随时都可以去找他，不管是几年后还是几十年后都行。他送晋人回家，亲眼看着他走进电梯，刚离开没多久，晋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志浩走在前头，他悄悄地跟在后面。其实刚才公园里的话不是他真正的心声，他其实想问，如果他以后去找志浩，志浩会不会真的接受他？就算他不接受，他也不会轻易放弃。志浩就是倒霉碰上了他这种人，他希望直到那个时候，志浩不要和别人交往，他也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到志浩。面对这么霸道的他，志浩只能苦笑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呢？简直把他控制得死死的。樱花树下满是情侣，虽然志浩一个人，但心里全是晋人。他明白了晋人的心，从没像今天这样感到幸福过。同事们听了晋人的事，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世上真有这么傻的男人，不管结果怎样，只是一味的等待，简直就像狗血剧里的痴情男配。志浩也跟朋友们坦白了自己对晋人的感情，在还不知道晋人是纪硕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喜欢上了晋人。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，他一直没有奢望过太多。面对这样单纯又倔强的志浩，朋友们都无言以对。纪硕虽然嘴上说志浩不配做他的对手，但对那晚的事情还是耿耿于怀。一个男的跑到他女朋友家喝酒，这让他怎么能不胡思乱想？晋人和纪硕约好了晚上见面，他在咖啡厅等了好久，纪硕却没来。他说是公司突然有个聚餐，想把约会推到明天。虽然大家都忙于工作，晋人也不愿意把恋爱放在首位，但每次纪硕一忙，他总是先取消和他的约会，每次都让他反复请求，再三催促，他才勉为其难的赴约，好像为他做了多大的牺牲似的。4年的恋情，他总是在求着纪硕来爱。晋人已经厌倦了这样的日子，也许这段关系真的该结束了。这样帅气又体贴的男人，虽然已经吃过晚饭，但当晋人提出邀请时，志浩还是立刻答应了。他耐心地陪着晋人吃饭，在他眼中，晋人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迷人，让他移不开视线。而晋人想要的就是这种被重视的感觉。他把手中的筷子递给志浩，然后突然愣住了，觉得按照两人目前的关系，这样做似乎不太合适，赶紧拿了一双新筷子。志浩不在意地接过他的碗，用他的筷子陪他吃第2顿晚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打电话时，志浩注意到晋人改了称呼，忍不住感慨万千。最近晋人在考虑要跟纪硕分手了，纪硕却在计划向晋人求婚。他已经在店里挑选了戒指，晋人换上了见长辈用的小西装。他单独约见了纪硕的爸爸，已经正式交往4年了。他知道纪硕的家人不太认可他，现在他也坦白了自己的想法。当晚纪硕到图书馆来找晋人，晋人突然感到一阵心虚，因为志浩和他儿子正在图书馆里。他急忙找到志浩，告诉他走廊尽头有个侧门，让他们父子俩待会儿从那里离开，这样就能避免碰见纪硕。他这么做让志浩感到自己很可怜，不仅如此，甚至连儿子也变成了不可见人的存在。但他还是带着儿子走了正门，正好遇到来找晋人的纪硕。纪硕一直有所怀疑，觉得志浩和他女朋友之间有什么，问志浩是不是常来这里，是不是因为他女朋友在这儿。志浩直视着他说，这里的儿童阅览室做得很好。误会了。纪硕感到有点过意不去，给志浩的儿子塞了个小红包，算是表示一点好意。晋人拿着志浩子剩下的贴纸，看到纪硕的那一瞬间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连说了几句对不起就追了出去。纪硕看到晋人那急切的样子，仿佛在找某人，他心里突然明白了一切。他郁闷了2天，心里始终难以释怀。妈妈听说志浩喜欢一个图书馆的老师，而且对方家庭条件好，未婚，觉得儿子是高攀了，让志浩连想都别想，不要和境遇不同的女人在一起，说这是为了他好，建议他找个离过婚的，至少条件相当，这样不会被人挑剔。家长的看法确实重要，但我不想将来后悔。志浩决定不再纠结自己配不配得上，以后他只想为爱而活。竟然把手机上的恐龙贴纸给志浩看，这是他对志浩的回应。他不仅爱上了志浩，还愿意接纳他的儿子。
这是志浩没敢想过的幸福。那晚，纪硕独自喝了点闷酒，他找到了志浩的家地址，想要和志浩好好谈谈。竟然很担心纪硕会对志浩做些什么，但他还是支持志浩坦白一切。事已至此，是时候把话摆到桌面上来。长期交往的女友竟爱上了自己的朋友，这位高富帅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。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稳稳的铁饭碗，而志浩只是药店里的普通医师，还得独自抚养孩子。他真的想不通竟然怎么会选志浩。志浩也坦诚了自己和静人的关系，一点都不想退缩。本来他完全可以把这段关系藏得很深，让纪硕发现不了，但纪硕总是看不起他，还同情他的孩子，这让他忍无可忍，气氛紧张到极点。但随着对话的结束，静人在家里坐立不安，他害怕两人因他而争执。纪硕开车带他出去，他只是想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即便遇到了志浩，知道志浩住在中间，这段关系也不会改变。之前静人忍受了他很多，这次该轮到他忍了。他希望静人能看清现实，别把同情当爱情。听着他那种大度的语气，静人感到有些生气。在遇到志浩之前，他就想分手了，他厌倦了被忽视的感觉，就连提出分手，纪硕都没放在心上。无论他多生气，对某件事真的很介意，纪硕心里想的是，第二天见面随便轰轰，静人就不生气了。因为在他看来，静人一直都很好哄，他不需要纪硕原谅，他没做错什么。之前静人还会犹豫，但现在他已经决定了，要按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他不想再像以前躲在咖啡馆和志浩偷偷见面，他想要在药店门口光明正大等志浩下班。他已经做出了决定，那就是我爱你，志浩。意外的告白让志浩愣住了一会儿，然后他离开座位，跑出去偷偷擦眼泪。静人也跟了出去，取笑他是个爱哭鬼，被爱的感觉太幸福，让人忍不住眼泪汪汪。志浩的朋友和纪硕在同一家银行，总是小心翼翼看纪硕的脸色行事，纪硕自然也看得出来。说实话，女友爱上别人这事他接受不了，但他也不愿因此在别人眼里变成可怜虫。静人的休息日，纪硕想带他出去吃饭，他还是觉得静人就是犯了个错，只要给静人一个台阶，他就会回头回到他的世界里。但静人比他想的还要固执，他想回家跟家里人说分手。纪硕开始慌了，即使那个男人长得帅，喜欢朋友的未婚妻，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。虽然没人看好他们，但他们知道遇到对方是多么珍贵的事。父亲得知静人要和纪硕分手，批评他总是活在玛丽苏小说的世界里，但静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。他说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爱人。志浩那边家长也在做思想工作，妈妈甚至催他去相亲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志浩都很听家里的话，但他从未像现在这么坚决过，就像扑向火焰的飞蛾，只想和静人在一起。父母视他为儿子，别人看他像单身爸爸，只有静人真正看到了于志浩。因为与静人的关系，他想的远不止恋爱那么简单。在向双方家庭坦白的那一晚，他们终于可以像其他情侣一样，在大街上自由拥抱，在公园里接吻，手牵手逛商场，散发出浓浓的恋爱气息。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出游，还以为静人背叛了纪硕，马上打电话告诉他。当他们离开酒吧时，纪硕气冲冲地赶来了。静人的脾气来了，他今天要好好跟他说清楚。明明已经提出分手了，纪硕却在他开始新生活的时候跑来大吵大闹。他还需要说多少次？他们之间已经无法挽回。纪硕气得快要爆炸，争吵一触即发。幸亏静人的朋友在场拦住了他们，要不两人肯定在广场上大打出手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志浩提起了过去的一段往事。当他的儿子刚出生1个月时，他的前女友就消失了。起初他非常生气和恐慌，害怕自己一个人抚养不了孩子，甚至想过不要脸的把孩子送去领养。但时间一长，他终于明白，前女友可能也有他的苦衷，可能是因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感到疲惫，所以他说和静人的恋爱需要时间来过渡，不是犹豫，只是想让纪硕有点时间接受这个现实。在另一头，纪硕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条件那么好，静人怎么就甩了他呢？这事儿让他太没面子了。他也是铁了心，不管谁插足，他非娶静人不可。这对小情侣刚想回家享受2人世界，结果被女方爸爸撞个正着。第一次见到未来岳父就这样，志浩挺尴尬的，礼貌地说下次会正式拜访。可静人爸爸根本没搭理他，就当他是透明的。志浩也知趣，自己先回了。静人和富二代纪硕分手，让他爸相当生气，而且他很不待见志浩，这让静人也很不爽。想了想，他追了出去，想给爸爸道个歉。可志浩已经走远了，爸爸就一直唠叨，说他不自重，太自私了。明明纪硕条件不错，对他也还有感情，光听这些，静人就觉得喘不过气。知道纪硕对他多伤，爸爸还是希望他别辜负家里人的期待，跟纪硕好好在一起。爸爸还指望退休后，纪硕家能给他找份好工作。静人怕爸爸的冷漠会让志浩受伤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还跑到志浩家门口。志浩那时在家里陪孩子，就把家门密码告诉了他，让他先进屋等会。静人小心地开了门，忍不住到处看，在志浩的房间里看到了志浩的东西。静人这才真切感受到了他的生活，
他终于真的走进了志浩的世界。志浩满心期待地赶回了家，故意按响了门铃。门一开，志浩就迫不及待地吻了静人。只有跟志浩在一起，静人才能感受到恋爱的甜蜜。志浩总是主动给他倒水，为他朗读小说的片段，饭后还带他去散步。他们的性格互补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手牵手走在一起，好像有了克服一切的勇气。每当闲来无事，静人就会去志浩工作的地方带上三明治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志浩不愿意在室内浪费这美好时光。以前独自一人吃饭时，他心里有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能和心爱的人坐在公园里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虽然很平常，但却让人格外向往。和静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很快乐。当他突然提议下次约会带上儿子一起来，志浩的脸上又浮现出感动的笑容。虽然大家都希望他能和前任纪硕复合，志浩确实也不错，但嫁给志浩，他就得成为孩子的后妈。而志浩家的条件与纪硕家相比，差得太远了。说到底，友情饮水饱，但没有物质支撑的爱情终归是脆弱的。静人并不介意这些，他爱志浩，接受他的一切。他还经常和志浩父子视频，画面总是那么和谐。他爸爸不打算坐视他和志浩继续这样下去，暗地里找纪硕见面了，口中不停称赞他是个好女婿，劝他抓紧机会，尽快向静人求婚。静人一知道这事就坐不住了，他让志浩先别动，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。志浩知道静人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可每次一遇到麻烦，他总是让他躲在后面，这样志浩感觉自己这男朋友当得挺没用的。这次静人又瞒着他去见了纪硕的老爸，希望纪硕他爸能像以前那样继续反对他和纪硕的婚事。只有这样，他爸才没借口催他结婚。静人一走，纪硕爸就把这段时间拍的照片全部交给了纪硕。照片里不乏志浩和静人的甜蜜约会场景，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，这得由纪硕自己决定。纪硕看着照片上静人笑得那么灿烂，心里简直极度的要疯，白跑了这一趟。静人郁闷了一整晚。志浩原本计划带他正式见家长，想给他增加点信心，结果那天静人在他楼下，正好撞见了志浩的妈妈。虽然妈妈没直说，但志浩感觉得出来，妈妈挺满意静人的。静人告诉志浩纪硕约他见面的事，志浩没有去阻止，他相信静人能处理好一切。纪硕带静人回到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他当初就是一见钟情，所以开始了猛烈追求。他掏出了预先准备的戒指，再次求婚。这戒指原本就是为静人准备的，留还是扔，这由静人来决定。按照过去的静人，他肯定会责怪纪硕不尊重他的选择，然后当场把戒指扔进垃圾桶。但他没有这么做，他和纪硕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没必要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来伤害他。毕竟相恋了4年，不可能说没就没感情了。别说是纪硕，连他自己偶尔也会觉得空虚。静人没拒绝戒指，这下纪硕又看到了希望。求婚成功后，他天天乐开花，别人看着还以为他俩明天就要结婚了呢。纪硕求婚的事，志浩是从朋友那儿听来的，他当时眼前一黑，浑身都没了力气，这口气怎么咽不下去。志浩赶紧打电话给静人的前任，约人家到咖啡馆好好说说。志浩决定向所有人公开他和静人的恋情，不让纪硕再有机会。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，纪硕忍不住笑出声。公开了又怎样？志浩凭什么以为静人的家人会轻易接受他？但被志浩反驳，难道不是静人接受他更重要吗？谈话不到5分钟，纪硕就已经没耐心了。志浩非要公开恋情，那就公开吧，反正他已经能预见志浩会受到什么羞辱。对静人来说，没跟志浩提纪硕求婚的事，还私自留下了戒指，他真的很抱歉，所以他躲了一边。等志浩洗完澡出来，就抱住了他，撒娇的解释他留下戒指是因为觉得自己没资格扔掉。想到志浩前女友的事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说要为自己活的话有多自私。晚上俩人抱着睡，因为静人睡觉实在太翻来覆去，把志浩挤到沙发上去了。他忍不住看着志浩熟睡的样子。纪硕打来了电话，问静人昨晚是不是在他那过的夜，分手了还这么紧盯着。朋友都觉得无语，不过也能理解，本来是他的女人，现在却被不如他的人抢去了。纪硕一定气炸了，抛弃了条件这么好的男友去和志浩交往，光是口水就能把他们淹了。静人知道会有各种流言蜚语，但他还是非常坚决。在静人坚持下，爸爸最终同意让他带志浩回家见见。静人没办法隐瞒了，向妈妈坦白了，志浩还带着一个孩子。就算是开明的妈妈，这次也得批评静人，傻子都知道当后妈不容易。再说志浩家境一般，他们才刚认识，做这决定太冲动了。静人想让妈妈先见见志浩，但妈妈没回应就走了，这让静人很难过。志浩为此放下工作，陪他在图书馆整理书，一上午下来，终于让他感觉好些了。在追妻这方面，纪硕真是顽强的像小强，心里已经千疮百孔，但还是执着的到图书馆。等静人下班，看到志浩和静人一起走，笑着聊天的样子，他都没勇气去捣乱。志浩知道纪硕在附近，故意打了个电话给他，
看着旁边车里的屏幕亮了又灭，他透过玻璃直直盯着纪硕。纪硕感觉很是错乱，觉得自己不该在车里，应该躲到车底。志浩边笑边和晋人聊天，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后视镜，确认纪硕没跟上来，把晋人安全送回家之后，他直接跟纪硕说清楚，纪硕想和晋人在一起也行，但得等他们俩正式分手后。晋人应该看到他们俩吵架了，气冲冲下楼帮志浩说话，让纪硕说不出话来。没想到他这么帅气有钱，也会有尝到苦头的一天。约会前，晋人还特意嘱咐叫志浩带上他儿子，这份心意真深，简直比亲妈还亲。晋人拿着他们3个人的合照，想让志浩把床头照片换成这张，志浩没回应。晋人又去跟儿子耳语了几句，儿子高兴地跑过来，志浩这才明白，晋人是在向他求婚。晋人等不及了，他迫不及待想成为志浩生活的一部分。那天爸爸收到匿名信，信里是晋人和志浩的约会照片。知道志浩有孩子后，爸爸大发雷霆，硬是要晋人马上回家。晋人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他要和志浩在一起，必须跨过家人这道坎。他知道爸妈绝对反对，他也明白这是多荒谬。爸爸稍微让步，说不再逼他嫁给纪硕，但坚决反对他和志浩在一起。晋人性格倔强，跟爸爸大吵一架。志浩在楼下焦虑等着，把疲惫不堪的晋人带回家。遇到志浩后，晋人获得了非凡的勇气，决心打破旧观念，和志浩一起。虽然路途艰难，但他相信2人的爱能让他坚持。他决定和志浩打个赌，谁能坚持得更久，赢的人可以提一个愿望。志浩很有信心会赢，所以先提出了他的心愿。晋人拿着那封匿名信，找到了纪硕的爸爸。这些照片虽然让他家里一团糟，但也给他带来了机会，坦白一切给家里人。他今天来这里，是为了要回这些照片的底片，顺便把求婚戒指还给纪硕。他放下了所有架子，向纪硕道了歉，只希望纪硕冷静下来，不要再找志浩的麻烦。纪硕又心疼又气愤，志浩有什么好，值得他这么做？他把钻戒扔了出去，不被接受的爱和垃圾没啥区别。离开纪硕家后，晋人投进了志浩的怀抱，2人紧紧拥抱，好像没什么能分开他们。然而2天后，他们坚定的爱情出现了裂痕。志浩听说前女友结婚了，下班后就跑到路边喝了好几瓶烈酒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6年过去了，他表面上看似洒脱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放下。晋人来看他时，他喝多了，问了这么个问题。说到底，他并不真的信任晋人，怀疑晋人将来会像对待纪硕一样无情的背叛他。见晋人没给确定的答案，志浩顿时感到心痛，好像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提前让晋人离开似的。朋友追上晋人，想让他理解一下，说志浩是因为喝酒才这么说的。晋人立刻返回，是否每次喝酒后他的真心都要被质疑呢？原来志浩难过是因为前女友结婚了，这种理由让晋人彻底心凉。他不想再听下去了。从相识到恋爱，他一直觉得志浩是个冷静的人，就算是最难的时候，他也没见过志浩喝成这样。既然还念着前女友，为啥还要跟别人谈恋爱呢？比起那个抛弃他和孩子的前女友，他在志浩心里根本就不重要。晋人失魂落魄的回了家，看到纪硕在门口晃悠，他喝了点酒，脑子里总是会想起晋人，所以跑来找他，想见晋人一面。晋人问纪硕，他已经背叛过1次，如果复合可能还会有第2次，纪硕能不能再信任他？纪硕愣了一会，没有回答。晋人自嘲地笑了笑。志浩宿醉醒来头疼欲裂，赶紧打电话给朋友，问昨晚喝多了有没有说奇怪的话。朋友也是第一次这么无语，因为志浩的话，晋人熬了一整夜，还坚持上了半天班，但还是乱成一团。志浩不信任他，纪硕却说愿意信任，想想都觉得糟糕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6年了，志浩还放不下前女友，而他也第一次有了从志浩身边逃离的想法。志浩想解释，但晋人不想在家里说，就约在了他们常去的咖啡馆。赴约前，同事提醒志浩不要指望晋人能理解他的过去，因为那实在太自私了。晋人面前的志浩一直没能真正敞开心扉，只有在醉酒后才会放下伪装，那时会显露出他敏感而自卑的一面。但这些辩解也填补不了他给晋人的伤害。他无意中把晋人和前女友混为一谈，这让晋人感觉很不好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或许当初不该冲动的和志浩在一起。他曾以为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可志浩的过往却成了他最想逃避的部分。他需要时间好好思考。志浩本是个聪明人，他也听出了端倪，这明显是要分手的前奏。喝多了之后，志浩把心底的自卑全都爆发了出来，但晋人却误解了他的意思。现在决定权在晋人手里，志浩只能等待晋人的原谅。父母说晋人不计较条件，能和他在一起已经很难得，提醒志浩要表现得更可靠。志浩的笑容里带着苦涩。朋友问他是不是和晋人分手了，因为纪硕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可能是晋人告诉他的，或许他们俩要复合了。志浩坐不住了，急忙来到了纪硕的公司楼下。正如志浩所预料，纪硕对晋人纠缠不休，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输给一个像志浩这样的对手。
他嘲讽志浩，说那点廉价的浪漫满足不了静人。志浩不想听他的废话，直接转身离开。等志浩回到药店时已是晚上，他惊喜地发现静人一直在休息室等他。志浩为酒后的话道歉，关于前女友，他确实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只是偶尔回想起被抛弃的时候，忍不住会感到些许哀伤。静人接受了他的道歉，并让他写下敬酒承诺书，一旦违反，咱俩就不能结婚喽。还特别郑重地掏出了口红，让他在承诺书上压上了一个手印。同时，纪硕看到静人不想复合，就去给静人爸爸洗脑，还在静人妈妈面前诋毁志浩，说志浩的人品有问题。妈妈听了有点担心，想要见见志浩。志浩决定带上儿子，正式去见未来的丈母娘。约好的那天，姐妹3个和妈妈一起见了志浩和他儿子。这些年来，志浩一直想，他是儿子唯一的依靠，所以他总提醒自己要坚强。和静人在一起后，他时刻记得要不辜负静人的信任，用心守护静人，直到白头。完美的回答让静人家人都感动落泪。回家的路上，志浩深情地表白了。最后一个难关是静人的爸爸。静人知道爸爸不太喜欢志浩，是担心志浩条件不够好，不能给他带来好的生活。他向爸妈保证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幸福。爸爸最终也同意了这桩婚事。当纪硕得知这个消息，心里感觉特别失落。爱情也好，尊严也罢，都已经太晚了。他给静人发了条对不起的消息，两人的恋情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写下敬酒承诺书后，志浩改喝苏打水了。但那天看球赛的时候，他喝了朋友递过来的一口啤酒，结果就控制不住了。静人来查岗的时候，一把抓起冰箱上的敬酒承诺书，问志浩是不是不想和他结婚了。志浩跪在地上，不停地陪笑脸。看着这样的志浩，静人气也消了。经过种种困难，静人和志浩终于过上了平静又幸福的生活。有空就互发甜蜜的情话。他模仿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让志浩给他拿解酒药。趁店里生意冷清，两人在药架后面拥抱亲吻，久别难舍。